大家好，歡迎回來。今天我們聊點新鮮的。就在幾天前，11月18號，谷歌發布了一個新東西，名字特別狂，叫 Anti-Gravity 反重力。對，你沒聽錯，谷歌現在要讓寫代碼這件事反重力了。我第一反應是，好家伙，名字起得比產品發布的還用力。先說這個東西是什麼，簡單講 ，Anti-Gravity 是一個 AI 編程工具，但谷歌不想讓你這麼叫它。他們管它叫 Agentic Development Platform 智能體開發平台，翻譯成人話就是以後你不用寫代碼了，你只需要當甲方 AI 來當乙方。你說我要一個登錄頁面 AI 不僅幫你寫代碼，還幫你跑終端命令，甚至打開瀏覽器幫你測試，測完了還給你截圖錄屏，告訴你活幹完了，驗收吧。聽起來很美好，對不對？但等等，這故事有個前傳。Anti-Gravity 的技術負責人是誰呢？是 Varun Mohan Windsurf 的前 CEO。今年7月，谷歌花了24億美金把他和他的團隊從 Windsurf 挖走了。而且你知道嗎？這筆交易之所以能成，是因為 OpenAI 本來要30億收購 Windsurf， 結果 Windsurf 創始人擔心微軟會拿到他們的技術去武裝 GitHub Copilot， 所以 deal 黃了。然後谷歌就趁虛而入了。所以 Anti-Gravity 某種程度上就是 Windsurf 穿了件谷歌馬甲。好，說回產品本身 ，Anti-Gravity 有幾個核心賣點。第一，它基於 VS Code 的魔改，所以界面你閉着眼睛都會用。第二，它不只支持谷歌自家的 Gemini 3，還支持 Claude Sonnet 4。5和 OpenAI 的 GPT-OSS， 這點挺良心，等於說你在谷歌的地盤上可以用競爭對手的模型。當然，谷歌肯定不是出於善良，他們是想用這個平台把你鎖在他們的生態裡，模型只是誘餌。第三個賣點也是最有意思的，叫做 Artifacts 工件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 AI 幹活的時候，會一邊幹一邊給你留證據、任務清單、實施計劃、截圖，甚至瀏覽器操作錄屏。這解決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，以前的 AI 編程工具要麼把所有底層調用全攤給你看，看得你頭皮發麻，要麼啥也不告訴你，直接甩一坨代碼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怎麼想的。Anti-Gravity 試圖找一個中間地帶，我告訴你我做了什麼，但不用你看那些亂七八糟的日誌。第四，它有2個視圖，一個叫 Editor View， 就是傳統 IDE 的感覺，你和 AI 并肩作戰；另一個叫 Manager View， 翻譯過來就是項目經理視角，你可以同時調度好幾個 AI， 讓他們在不同的工作空間裡並行幹活。你就坐在那兒喝茶，看着進度條。好，現在問題來了，這玩意兒好用嗎？實話說，發布才幾天，早期用戶的反饋是挺分裂的。好的方面，很多人說瀏覽器集成是真的強。你讓 AI 寫一個功能，它寫完直接打開瀏覽器幫你測，發現 bug 了自己改。有人說遷移了一個10萬行的代碼庫，瀏覽器集成簡直改變遊戲規則。還有人說幾分鐘內就用它免費做了一個 Twitter 克隆和一個財務追蹤器，速度確實快。但壞的方面也很明顯，很多人根本登不上去。付費的 Google Workspace 賬號反而比免費的 Gmail 更難登錄，有人吐槽說花了錢反而用不了，這很谷歌。還有人遇到模型過載 ，Agent 說我要開始幹活了，然後轉圈轉半天，最後告訴你服務器扛不住，改天再來。還有人說簡單任務他做得太慢，大炮打蚊子還不如 Cursor 直接。對了，說到 Cursor， 我們來做個對比。Cursor 現在是 AI 編程工具的當紅炸子雞，剛融了23億美金，估值293億。它的特點是什麼呢？精準、聽話、快。你讓它改什麼，它就改什麼，不會自作主張。它像一個非常優秀的實習生，你說什麼它做什麼，但它不會主動去想老闆你這個需求是不是有問題。Anti-Gravity 呢，它更像是你雇了一個自認為很聰明的外包團隊。你說幫我加個用戶資料頁，他不僅加了，還順手給你寫了數據庫遷移腳本，你壓根兒沒要這個。有時候這是驚喜，有時候這是驚嚇。再說 OpenAI 的 Codex 更成熟、更穩定，但它是嵌入在 ChatGPT 裡的，沒有 Anti-Gravity 那種全家桶體驗。如果你只是想讓 AI 幫你寫代碼、改 bug，Codex 夠用了。但如果你想要那種 AI 自己規劃、自己執行、自己驗證的完整體驗，Anti-Gravity 的野心更大。
那網上大家都在討論什麼呢？我看了國內外的社區，發現兩派觀點。一派是興奮派，終於有人把 IDE 和 AI 深度融合了，以後寫代碼就是當產品經理，指揮 AI 幹活就行。知乎上有人說，這意味着你不再是寫代碼的人，你更像是一個技術經理。另一派是懷疑派，這不就是 Vibe Coding 嗎？今年2月 Andrej J. Karpathy 發明這個詞的時候，說的是完全沉浸在氛圍裡，擁抱指數級增長，忘記代碼的存在。聽起來很浪漫，但 Fast Company 9月份的報道說，高級工程師們已經開始經歷 Vibe Coding 宿醉了。AI 生成的代碼越來越多 ，bug 也越來越玄學。63%的開發者說，他們花在調試 AI 代碼上的時間，有時候比自己寫還長。而且還有個更深層的擔憂。Antigravity 的服務條款裡白紙黑字寫着，這個工具已知存在某些安全限制，包括數據洩露風險和不安全的代碼執行。但它的默認設置卻給 AI 很大的自由度，很多操作不需要問你就能執行。這就很矛盾了。如果你自己都承認有風險，為什麼默認設置不更保守一點呢？好了，最後說點有深度的。我們正在見證一個很有意思的轉折點。寫代碼這件事從稀缺技能正在變成人人可得。Vibe Coding 的本質是什麼？是把想法到產品的距離縮短到接近於零。以前你有一個 APP 的想法，你需要學編程或者花錢雇人。現在你只需要會說話，會描述你要什麼。但這裡有一個成年人應該看到的悖論：當每個人都能用 AI 做 APP 的時候，真正稀缺的是什麼？不是代碼，而是品味；不是執行，而是判斷。不是能不能做出來，而是應不應該做和做得好不好。Scott Young 寫了一篇很棒的文章，他說 Vibe Coding 可能同時讓軟件變得更差和更好。更差是因為垃圾會更多，更好是因為那些真正懂產品、懂架構、懂用戶的人終於可以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了。所以 Antigravity 也好 Cursor 也好 Codex 也好，他們都不是在問程序員會不會失業這個問題。他們在問的是另一個問題：當 AI 能寫代碼的時候，你能提供什麼 AI 提供不了的價值？如果你的價值只是把需求翻譯成代碼，那確實該緊張了。但如果你的價值是判斷什麼值得做，怎麼做才對，如何讓技術服務於真實的人類需求，那恭喜你，你的價值可能反而在上升。工具在變，但那個關於什麼是好軟件的問題從來沒有變過。好了，今天就到這兒。如果你用過 Antigravity，歡迎留言告訴我你的體驗。我們下期見。